Radio。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英雄无敌3代里面最强魔法吐息魔法。终于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，这一局老痞 K 局只有3个蝙蝠，妈的真的没出息的东西啊，万难废。关于吐息，最好的概括就是无土不成军。一个英雄哪怕气水火都有，但是他没有土，玩特大图还是非常难受。反之，如果他只有一个吐息，气水火都没有，也是可以凑合玩的。正常来讲，吐息魔法的含金量可以和剩下的3个合在一块掰手腕。英3这么多技能里面，能够和吐息掰手腕的只有一个原版的外交术。出吐息魔法的高低也是评价一个英雄技能树好坏的重要指标。英雄无敌3代20多年了，吐息的差评从来就没有见过。强大的吐息魔法可谓是多如牛毛，小到迟缓护体神盾，大到时空之门转世重生，甚至游戏里面的最强单体杀伤性法术也是吐息的。在各种奇幻作品里面，大地母亲一般是宽容慈爱的象征，所以说英雄无敌3代有一些不知道把它画到哪里的法术，通通归了吐息。吐息的探险法术抛开透视之眼不谈，它们一共有2个。首先是透视大地，这个魔法非常强，和透视大气一块用的话，基本相当于开全图，并且这个全图还是你想开的时候就开，过回合的时候也不会增加很多时间。塔楼的飞船皆是全图，看上去很强，实际上还不如这2个1级魔法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没有透视大气的话，你单看资源和矿井的分布，其实也是可以推算出敌方城镇位置的。这位也是老熟人了，都介绍烂了，咱就不再过多介绍了。这个东西如果硬要分一个派系的话，它应该是气系。那么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，它是吐息里面最强魔法之一，时空之门。在你没有吐息魔法的时候，它只能传送到最近的空城。一旦你的吐息在中级或者高级，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城镇传送。这时候就有朋友要想了，如果我最近的城镇里面有英雄，会不会传送到另一个城镇呢？设计师表示，不学土你还想玩时空之门？如果最近的一个城镇被占据的话，会显示施法失败，所以说就不要想太多了。时空之门在魔法门里面属于水系，在4代是秩序魔法，到了5代是冒险法术，7代随着原力魔法这个伟大的发明出现之后，时空之门就变成原力魔法了。与时空之门同样被划进原力魔法的还有加减速、召唤元素，还有雷鸣爆弹。就问你这个魔法强不强？大家可能也发现了，在我们学到吐息的时候，总是感觉习以为常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是真的难受呀。可以说吐息魔法是每个玩家不可或缺的技能。就像我们的牙齿，什么大鱼大肉轻松搞定，但再好的牙齿每天不刷干净，不仅牙黄难看，还容易被蛀掉。怎么才能把牙刷干净？听我的，当然一定得用电动牙刷。为啥敢这么自信这么肯定呢？咱先看实验数据，实验说明电动清洁远超手动，足足强了83倍。咱再看看这本讲解牙病预防的，这可是权威的牙医大学教材，还有这本讲牙周病的权威教材，通通都推荐用电动牙刷。你想一想，要是没有效果没用，这么权威的大学教材会这么写吗？所以大家就别担心，别犹豫，赶紧和我一样扔掉手动，换上电动牙刷，好好把牙刷干净。千万别蛀牙，别进牙科医院。牙科医院就是一吞金兽，吞钱不眨眼。像我洗一次牙花100多，拔颗智齿又花300多，幸亏没蛀牙，小洞小补一颗200-300块，大洞大补做个根管手术，痛苦又烧钱，光手术费800到2400元。再加牙冠费，国产1500起，进口3000起。大家注意了，这可是一颗牙的钱，咱有几颗牙？28颗，都注一遍，咱又得花多少钱？说牙科医院是吞金兽，过分吗？所以我现在特别注意刷牙，也非常喜欢用电动牙刷，就像教材说的那样，刷的超干净，省心又省力，超级方便。那电动牙刷选哪家呢？当然首选老朋友萌牙家，我用的这款星耀续航真的绝了，实在太牛，7个月整整200多天居然都不用充电，这点我真的是超级喜欢。大家看它颜值超高，还有2分钟智能定时，5大功能模式，8级超级防水，还有防飞溅功能，真的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，还能给咱包用2年以上，2年内坏了不修，直接免费换新，2年后坏了呢，还可以半价以旧换新，主打就一个终身售后，终身质保。萌牙家为什么敢这么豪这么自信呢？他们严抓产量，死磕品控，出厂之前每款产品都经过38道检测，这品控之下质量能不好吗？这么一款高颜值、长续航、多功能、高质量、长质保的电动牙刷贵吗？真不贵，原价399元，评论区领个券，特价只要239元，还送2个刷头，一软一硬，再送这本牙医编写的防蛀手册，全网唯一一家做到这么专业的品牌。若不想买那么好，先选个入门，搞个基础的，可以选他们家新火款，原价259，特价159。
但不论选哪款电动牙刷，真要用上，补一颗牙的钱购买一支，根管手术加牙冠购买10几支，与其进牙科医院花钱，还不如买支电动牙刷，好好的把牙刷干净，不蛀牙，不花钱看牙。买之前先去评论区领个券，才能享受特价，这价保证咱全年最低，买贵随时退差价，放心去买吧。咱们再来看一下土系的战斗法术，首先是最强1级魔法之一的迟缓大法，虽然加速和减速是齐名的，作用也差不多，但个人感觉还是迟缓要好一点，尤其是开荒的时候。没有土系的时候，只降低目标 25% 的速度，升到中级土系降低 50%， 升到高级土系之后则是全体降低 50%。深渊号角把迟缓也削弱了一点，之前是直接抹零，现在是4手5入。就比如原版一个3速的强哥中了迟缓，它的速度就变成1速了，深渊号角变成了2速，因为4手5入。这个改动就是看上去不痛不痒，实际上重大削弱。毕竟原版那个你把强哥直接变成1速，当个4级魔法都不过分。接下来这个也是号称1级最强辅助法术之一的护体神盾，没有土系的时候可以使目标降低 15% 的肉搏战伤害， 90% 以上的情况和一个高级防御术是一样的。中级土系则是降低 30% 的肉搏伤害，高级土系那自然是全体降低 30%。这个法术就算是放到4级5级，不如他的也是大有人在。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一个后期的泰泽给自己的大恶魔套上高级护体神盾，对面可能20个大天也砍不死你一个大恶魔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护体神盾只能防御肉搏伤害，如果对方的主力输出是泰坦巨人，或者说敌方的远程兵数量很多，你可以尝试护体石夫。与大气神盾还有护体神盾相比，护体石夫更加的均衡，当然效果是不如这2个盾牌的。一开始可以提升目标3点防御，中级土系之后是6点，高级土系之后是全体6点。这个魔法出场率是蛮高的，你可以先套护体神盾，再套护体石夫，达到绝对的防御。接下来也是老熟人了，这个魔法神剑如果你硬要算的话，它也是个气系。就算不是气系，它是水是火，但是绝对不可能是个土系魔法。土系的1级魔法全是神技，第一个2级魔法是流沙陷阱，它的作用机理类似于埋设地雷，只不过敌人踩上之后会立刻停止行动。这个魔法要比埋设地雷好用得多，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更适合于 BT 图。开始可以放4个，然后中级土系6个，高级土系8个。还是那句话，打个小人机的话，迟缓大法更好用。然后是墓园版的末日审判死亡波纹，现在深渊号角的 AI 非常的聪明，比如你守城的时候把30个大耳怪平均分成7组，人家就1个死亡波纹把你团灭。如果你的部队全是亡灵的话，它就相当于一个单方面的末日审判，只不过这个伤害实在是太低，初始伤害只有20点，升到高级土系才增加20点，然后每提升1点力量只增加5点伤害。但毕竟是个2级魔法，如果敌方7个目标都不是亡灵的话，伤害还是很可观的。接下来同样也是 BT 图的强大法术大力神盾，它的效果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人为的创造一个障碍物，无论是守城的时候放上去堵缺口，还是野战的时候保你的远程兵，或者说放大力神盾来卡敌方的位置。说实话，英雄无敌系列早就应该出一个类似于原力魔法这种东西了，你像大力神盾还有时空之门，气土水火实际上都不合适。设计师在设计魔法的时候有一套自己独立的准则，如果一个魔法它气系、水系、火系都不像，那么它一定是土系。接下来是攻城战当中的神器地动山摇，没有土系的时候可以随机破坏2处城墙，中级土系是3处，高级土系则是4处。这个效果实际上是比你没有弹道数的时候用投石车砸4发效果显著的，因为你运气好的话，有可能一个高级地动山摇就干掉敌方2个箭塔。说这么多，这其实也是一个 EVP 法术，因为攻城的时候还是瞬间移动更好一点。这位就更是重量级，它也是墓园的专属法术巨灵奇术。和转世重生不同的是，它不需要土系就可以战后保留复活的亡灵单位。3代的巨灵奇术在历代里面也是最变态的，它不像5代那样，无论你的亡灵怎么复活，生命值都不会减少。玩墓园的时候，你苟到吸血鬼王出来，然后你会了巨灵奇术，这局如果此时敌方没有几十个黑龙切脸的话，你不出意外是不会砍头了。具体数值是初始恢复30点生命值，你的英雄每提升1点力量多恢复50点。由于3代没有召唤系法术，也没有死亡系法术，所以说它又成了土系魔法。
接下来这个也是典型的，不知道化成什么魔法就直接给了土系。抗魔大法其实你给到土系，实际上对它是一种削弱。一开始可以让目标免疫1到3级魔法，中级土系是4级，高级土系免疫所有魔法。等到转世重生战后可以保留的时候，抗魔大法刚好免疫到4级魔法。所以 UP 主一直就觉得，如果抗魔大法变成一个火系的话，绝对是大加强。接下来是牌面最高的抵御法术御土奇术，同样是抵御系魔法，御火和御水都是1级法术，御气是2级，御土则是高贵的3级。伤害性魔法哪家强我就不再多说了吧。御土奇术的效果和御气、御火、御水一样，只不过它的魔法等级高一点。接下来是土系里面唯一的一个万能费悲痛欲绝。悲痛欲绝顾名思义，你在学习到这个法术的时候会感到悲痛欲绝。它的效果和欢欣鼓舞一样，一开始可以降低目标1点士气，中级土系是2点，升到高级土系是全体敌方降低2点士气。如果它不是一个4级法术，只是一个1级、2级魔法的话，风评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差。接下来是可以和连锁闪电分庭抗礼的流星火雨。由于翻译的锅，所以说很多玩家误认为流星火雨是火系，其实它应该被翻译成流星雨，人家是陨石从天上砸下来，多出来的这个火字是纯粹的画蛇添足。它的效果是初始有25点伤害，每提升1点力量提升25点。在有些时候敌方的部队里面混着弩车、补给车还有急救帐篷，这个时候你用连锁闪电砸会非常的难受。流星火雨的性价比实际上不低，如果能够成功砸到3个敌人，伤害也不比连锁闪电弱多少。接下来又是个重量级。有时候我就在怀疑，如果某一个魔法学派只有转世重生还有时空之门，就这2个魔法的话，大家会不会也学这个技能呢？毫无疑问，如果只有这2个魔法的话，我见到也是必学。土系是吃时代红利最大的魔法，像转世重生在以后的版本通通的都给了光明魔法，它的恢复量和巨灵奇术一样，只不过巨灵奇术只能复活丧尸，转世重生只能复活活体生物。像黑龙、金龙这种有魔法免疫的龙，就算是死了它也依然不能复活。土系比气系强的地方在于，如果一个地图进了异次元之门和飞行奇术，学不学气系大家也是有权衡的。如果一个地图进了时空之门，玩家看到土系还是必学，因为它还有转世重生。如果这2个都进了，考虑到雷鸣爆弹的面子，我也是愿意学个土系的。这里先说一下雷鸣爆弹的翻译，它应该被翻译成内向爆裂，人家5代就翻译得很对。它的作用机理是使目标由内而外的爆炸，所以说它既不能属于气系，当然也不适合土系。原版的那个特效红红的一坨，实际上就是目标的血肉。雷鸣爆弹的伤害是初始100点，每提升1点力量提升75点的伤害，升到高级土系再提升200点伤害。除了 BT 图，正常的随机地图也好，官图也好，哪怕到了大后期，雷鸣爆弹的伤害也是不能忽略的。如果再有土灵球的话，伤害是轻轻松松的5、6千甚至上万。然后这么强的法术又给了土系，土系这么多法术，真正的窝囊废只有一个悲痛欲绝。除了辅助性法术、简易法术还有伤害法术之外，召唤元素也是4系最强的。正常来讲，一般玩家在游玩的时候，召唤土元素的出场率要高于其他的3个召唤元素。土元素的属性在4系元素里面是最扎实的，并且这个玩意儿也可以免疫末日审判，可以说对其他的3个召唤元素就是降维打击。那么至此4系魔法的盘点全部完毕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